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武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。最近这个苹果跟安卓的机器价格也是有所跌价，不管是二手还是新机都在跌价，可以说是入手的好时机了。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最近二手机行情如何。我们先来帮一位湖北的粉丝去市场淘一台苹果11 Pro Max 无锁3晚95成新的。目前市场256G 的话是在一个5400左右的预算，相比同价位的苹果12，一天要充电个2-3次。这款机型呢，续航也是要更好很多。内置 A13 的处理器，6.5寸的 OLED 屏，性能、续航、散热效果各方面体验呢，也不会输于苹果12。预算在2000左右就能入手一台苹果11，你敢相信吗？手上这台机器呢，是帮一位广东的粉丝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。这台的话是一个苹果11黑解无锁64G 的原装机器，3晚通。然后目前市场95成新的话是在一个2900左右的预算。内置 A13 的处理器，6.1寸的 LCD 屏，外观、颜值、手感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帮一位江苏的粉丝去市场淘个苹果 X2， 这是一个黑解无锁64G 的95成新。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2000左右的预算，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。内置 A12 的处理器，单层主板，散热快，游戏性能也好。6.1寸的 LCD 屏，续航也有2000多毫安，正常待机一天也是可以的。2000左右的预算，这款机型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。预算在3000左右呢，那不用犹豫，直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 XS Max， 这是一个无锁3晚通的256G， 然后95成新。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3400左右的预算。A12 的处理器，游戏性能强悍，6.5寸的 OLED 屏，握取手感也是非常不错。屏幕占比也大，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有3174毫安。这台机器呢，我们也是帮北京的一位粉丝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，百元机首选机型。手上这台的话是帮青海的粉丝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，苹果8黑解64G 的95成新。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900左右的预算。内置 A11 的处理器，跟苹果8P 它是一个处理器，屏幕的话它是只有4.7寸，比较小巧。除了续航会比苹果8P 差一点，其他整体性能都是一样的，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备用机用个2-3年也是完全用得住。现在呢，我们手上拿的这台机器呢是华为的 Mate X S 折叠屏8+512G 的，外观成色呢也是跟新机一样，没有任何磕碰划痕的。目前呢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8900左右的预算。我记得当时这台机器的话被黄牛也是炒到8万多一台全新机，现在市场拿全新的话也是要16000左右。二手的机器现在不到9000的一个价格就能拿下，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。8英寸的一个屏幕，990的处理器，支持双卡双待指纹识别。预算在2000左右，要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机器的话，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华为 Mate 20 Pro， 它是一个 UD 版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支持指纹面容解锁的一个机器，8+128G 的充新机的一个成色。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，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。麒麟980的处理器，性能非常 OK， 而且屏幕的话也是有一个6.39寸的 OLED 屏。续航方面，电池容量也有4200毫安，不论是性能、配置、续航各方面，拿来当主力机用个2-3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帮一位海南的粉丝去市场拿一台三星的 S10 5G 版本8+256G 的，这是一个充新机的成色，没有磕碰划痕。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，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。这位老哥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，所以也是决定入手了这台机器。这台机器呢，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。首先它是一个6.7寸的三星 2K 柔性屏，而且续航的话也有4500毫安。同时呢，还是支持一个5G 网络8+256G 的大内存，不到2000的预算就能入手这个机器，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，拿来用个2-3年也是可以的。关于配件这块呢，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。手上这款手表呢，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，华强北版本的 GT2 Polo 保时捷终结款。那这款手表它有什么亮点呢？首先它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，屏幕的话它是采用一个 AMOLED 的454×454的高清视网膜，显示呢也是非常清晰，同时也是带一个息屏长显。功能上面呢还是非常实用的，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 MP3 音乐独立播放的。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、黑色的皮带跟一个黑色的钢带，配件也是非常的多。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。然后这款手表呢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，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 S6， 它的功能呢也是非常齐全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消息、电话、蓝牙、通知、心电图、睡眠监测、运动、心率、血压、血氧、蓝牙音乐。省电模式、QQ 通知、微信通知，功能呢也是非常齐全。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磁吸充电的，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，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。下面这两款耳机呢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，这一款的话是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 1562M 的2代的，然后可以看到
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，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不错的，音质也是非常好。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，这款呢是一个1562A 的，然后支持降噪、改名、通透的，基本正品有的功能它都有，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。它是带有一个降噪的，打游戏的话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。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。好了，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了。如果说喜欢小五的，给小五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